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故事，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，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流星花园啊！一个深圳的千金小姐，竟然爱上了台湾的菜市场老板，这听起来就像是偶像剧的剧情，但千真万确是我亲眼见证的真实故事。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女主角吧。林小雨，深圳人，今年28岁，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，家里做房地产生意，家底殷实。小雨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，985大学毕业，还曾在美国读过研究生，回国后接手家族企业的一部分，年薪100万那是基本操作。按理说，像小雨这样的条件，在深圳找对象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情。但是你们也知道，现在的年轻人对感情的要求越来越高，不是门当户对就可以的。小雨的父母给她介绍了不少条件优越的男生，但是没一个入得了她的法眼。妈，我不想找那种只会谈生意的，我想找一个有生活气息的人。小雨经常这样跟她妈妈说，林妈妈每次听到都直翻白眼，什么叫有生活气息啊？是不是就是没钱的意思？就在林妈妈愁眉不展的时候，小雨却在一次去台湾出差的时候，认识了我们的男主角陈家豪。家豪是台北一家传统市场里的摊主，经营着祖传的海鲜生意。32岁，身高1.8米，虽然每天跟海鲜打交道，但人长得可清爽了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特别阳光。他们的相遇说来也是机缘巧合。那天小雨在台北出差结束后，想买些台湾的特产带回深圳，同事推荐他去当地人常去的传统市场看看，说那里的东西既地道又便宜。小雨平时在深圳哪会去菜市场啊？但既然来到台湾，他也想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气息。谁知道刚进市场就被各种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给搞懵了。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个响亮的声音传来，小姐，要不要试试我们台湾的现捞海鲜啊？保证新鲜。小雨顺着声音望去，看到了站在海鲜摊前的家豪。不得不说，第一眼看到家豪，小雨就有些心动了。虽然他穿着普通的 T 恤和工作围裙，但精神的样子和阳光的笑容让小雨印象深刻。我不会挑啊，而且我住酒店，也不方便带海鲜。小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那我帮你挑几样可以带走的特产吧。我从小在市场长大，知道什么好吃。家豪热情地说道。就这样，家豪带着小雨在市场里转了一圈，给他介绍各种台湾特产。小雨发现家豪虽然是卖海鲜的，但知识面很广，不仅能说出每种食材的来源和做法，还能聊到台湾的历史文化。两人一来二去，竟然聊得很投机。临走时，小雨问他，你明明懂这么多，为什么不去做其他工作呢？家豪笑了笑，这是我家的事业啊，我爷爷、我爸爸都是做这行的。在台湾，做生意讲究传承，不管大小，而且我觉得能每天接触新鲜的食材，把好东西推荐给顾客，这份工作很有意义。这番话让小雨眼前一亮。在深圳，他接触的男生要么是创业的，要么是高管，大家谈的都是如何赚更多的钱，如何做大做强。而家豪却能在一个小小的海鲜摊位上找到自己的价值，这种朴实的生活态度让他很是欣赏。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，本以为这只是一场萍水相逢，没想到回深圳后，两人的微信聊天却越来越频繁。从一开始的客套问候，到后来分享各自的日常生活，再到视频通话，到深夜，两人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感情。3个月后，小雨再次飞到台北，名义上是考察市场，实际上是去见家豪。这一次，家豪没有穿工作服，而是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带着小雨游览了台北的各个角落。其实我家就在附近，要不要去坐坐？家豪有些忐忑地问道。小雨点点头，跟着家豪来到了他家。让小雨意外的是，家豪家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陋，虽然不是豪宅，但是一套位于台北市区的3居室公寓，装修简洁大方，处处透着生活的气息。你家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啊！小雨脱口而出，随即又觉得自己说错了话。家豪并不介意，笑着解释道，很多大陆朋友对台湾有些误解，以为我们这边都很穷。其实台湾经济虽然最近几年增长缓慢，但人均收入还是不低的。我们家做海鲜生意40多年了，
在传统市场有固定客源，生意一直不错。而且台北的房子虽然贵，但我爸妈早些年就买下了，算是家族财产吧。小雨这才意识到自己对台湾的了解太片面了。在深圳，他周围的朋友都认为台湾经济落后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，但实际上，台湾的城市建设、公共设施和居民生活质量都很不错。晚上，嘉豪的父母回来了，看到小雨都很惊讶。嘉豪的妈妈陈妈妈热情地拉着小雨的手，哎呀，嘉豪终于带女朋友回家了。阿姨好，我不是。小雨正要解释，却被嘉豪打断。妈，小雨是我朋友，从深圳来的。陈妈妈眼睛一亮，深圳啊，那边发展得很好啊。你在那边做什么工作啊？我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。小雨婉转地回答，没有提自己是公司高管的事情。一顿晚饭下来，小雨发现嘉豪的父母虽然做着传统行业，但思想一点也不保守。陈爸爸会用 iPad 看新闻，陈妈妈则喜欢研究各种料理，还开了个美食博客。餐桌上的谈话内容从台湾的政治经济到国际时事，再到文化艺术，无所不包。这次台北之行后，小雨和嘉豪的关系更进一步了，两人开始了跨海恋情，一有空就飞过去见对方。半年后，嘉豪向小雨表白，两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但是，当小雨把这件事告诉父母时，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。什么？一个卖鱼的，你脑子进水了吗？林爸爸差点没把茶几拍碎。他虽然是卖海鲜的，但是人很好，也很有上进心。小雨为嘉豪辩解，上进心，做了几十年的小买卖，还叫上进心？林妈妈嘲讽道，再说了，台湾那边比我们这里差远了，你去了能习惯吗？妈，您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10年前呢。台北的生活水平一点也不比深圳差，而且嘉豪家在当地做海鲜生意几十年了，在行业内很有名气，生活条件也很好。小雨试图让父母改变看法，那也不行，隔着一个海峡，你们以后怎么过日子？再说了，万一他们家就是看上我们家的钱呢？林妈妈担忧地说，这话让小雨很是生气。妈，您怎么能这样想？嘉豪根本不知道我家的情况，他甚至以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。林爸爸叹了口气，小雨啊，不是我们看不起人家，只是两地的文化差异太大了，你们年轻人一时冲动，没考虑长远，两岸关系复杂，将来要是有什么变故，你在那边可怎么办啊？爸，您想太多了，我和嘉豪是真心相爱的，这和政治无关。小雨坚定地说。就这样，小雨和父母僵持不下。另一边，嘉豪也向父母透露了和小雨的恋情，同样遭遇了阻力，虽然没有林家那么激烈。大陆女孩子啊，听说她们都很现实，会不会是冲着我们家的钱来的？陈妈妈忧心忡忡地问道。妈，小雨不是那种人，她在深圳自己就有工作，生活很独立的。嘉豪为小雨辩护。可是两岸文化差异那么大，价值观也不同，你们真的合适吗？陈爸爸问道。文化差异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啊。而且小雨很尊重我们台湾的文化，他还学了一些台湾的俚语呢。嘉豪笑着说。陈妈妈叹了口气，我只是担心你啊，你表姐就嫁了个上海男生，结果因为生活习惯不同，没过2年就离婚了。妈，每个人情况不一样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小雨很懂事，也很尊重我的工作和家庭。嘉豪耐心地解释道，虽然两边父母都反对，但小雨和嘉豪的感情却越来越深。1年后，嘉豪决定向小雨求婚，他专程飞到深圳，带着一枚不算昂贵但很有意义的戒指，是用他祖母留下来的一对耳环改造的。在深圳湾的灯光秀下，嘉豪单膝跪地，小雨，嫁给我好吗？虽然我不是什么大老板，但我保证会用一辈子好好爱你。小雨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我愿意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求婚成功后，两人决定正式见双方父母，争取他们的祝福。首先，嘉豪来到深圳，见了林爸爸、林妈妈。为了这次会面，嘉豪特意穿上了最正式的西装，还带了台湾的特产和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礼物。但林爸爸、林妈妈的态度依然冷淡。陈先生，不是我们看不起你，只是我们担心女儿跟你去台湾会吃苦。林爸爸直截了当地说，叔叔阿姨，我理解你们的担心。
其实我在台北的生活条件不差，我家的海鲜生意在当地很有名气，年营业额超过2000万新台币。而且我们家在台北有2套房产，完全不用担心住的问题。家豪诚恳地说道。林妈妈听到这个数字，稍微缓和了一点态度。就算是这样，小雨从小在深圳长大，去了台湾那种地方，生活习惯肯定不一样。我们家小雨从小娇生惯养的，哪里吃过苦啊？妈，小雨有些生气。台湾不是什么落后的地方，我去过很多次了，那边的生活品质很高，而且我也不是您说的那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。家豪看出气氛有些紧张，赶紧打圆场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会尽我所能让小雨过得舒适，而且现在两岸往来很方便，小雨想回来看你们随时都可以。那你有什么规划？总不能一辈子卖鱼吧？林爸爸追问道。家豪胸有成竹地回答，叔叔，我已经在计划扩大我们的生意了。除了传统市场的摊位，我准备开一家海鲜餐厅，结合我们家的新鲜海产和台湾特色烹饪。前期市场调研已经做好了，预计明年年初就能开业。林爸爸听了，眼睛微微一亮，但仍然不为所动。创业哪有那么容易？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如果失败了，我会汲取经验教训，重新开始。我家的传统生意还在，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而且我也有一些积蓄，足够支撑我们的生活。家豪不卑不亢地回答。这次见面虽然没有完全打消林爸爸、林妈妈的顾虑，但至少他们看到了家豪的诚意和能力。小雨则暗自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接下来该轮到小雨去台湾见家豪的父母了。为了给陈家父母留下好印象，小雨特意学习了一些台湾的礼仪和习俗，还带了许多深圳的名产作为礼物。这次见面比在深圳时顺利多了。陈妈妈虽然一开始有些戒备，但看到小雨彬彬有礼的样子，态度很快就软化了。小雨主动提出要帮忙做饭，这让陈妈妈很是惊讶。你会做饭啊？我以为大陆的千金小姐都不下厨的。陈妈妈有些好奇地问道。小雨愣了一下，不知道家豪是怎么介绍自己的。阿姨，我哪里是什么千金小姐呀？我就是个普通上班族啦。家豪说你在深圳做科技公司高管，家里还有房地产生意，这不是千金是什么？陈妈妈笑着说。小雨这才明白，原来家豪已经向父母坦白了自己的背景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我确实家境还可以，但我不想因为这个而被区别对待。我喜欢家豪是因为他这个人，而不是看他家有多少钱。陈妈妈听了这话，眼睛湿润了。傻孩子，我们也不是那种势利的人，我们担心的是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们这样的小市民。怎么会呢？我很羡慕家豪有这样温暖的家庭，他能把一个传统生意做得这么好，还有自己的理想和规划，这样的男生在哪里都是优秀的。小雨真诚地说道。晚饭时，陈爸爸也加入了谈话。小雨啊，我们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但在台北也算小有名气。我们家的陈记海鲜已经做了3代了，顾客中不乏政商名流。是啊，上次那个什么立法委员还专门来买我们的龙虾呢。陈妈妈骄傲地补充道。小雨听了很是惊讶，她没想到家豪家的生意竟然有这样的人脉关系。看来自己和父母一样，都对台湾的经济状况有些误解。爸，别老揪着这些不放了，重要的是小雨人很好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家豪有些无奈地说。陈爸爸摆摆手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让小雨知道，虽然我们做的是传统生意，但也不是什么小门小户。这顿饭吃得宾主尽欢。饭后，陈妈妈拉着小雨的手说，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女孩，如果你真的愿意嫁到台湾来，我和他爸爸都没有意见，只是担心你会不适应这边的生活。阿姨，谢谢您的理解，我相信只要和家豪在一起，我能适应任何环境。小雨感动地说。回深圳后，小雨决定再次和父母谈一谈。这次，她带上了在台湾拍的照片和视频，想让父母直观地了解台湾的真实情况。爸妈，你们看，这是家豪家的海鲜摊位，虽然在传统市场，但规模很大，每天的营业额都很可观。这是他们家在台北的房子，虽然不像我们深圳的大平层，但在台北市区也是很不错的位置了。小雨耐心地向父母展示着照片。
林妈妈看着照片，表情渐渐舒展开来。她家看起来确实还不错，但是小雨啊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去台湾生活，很多事情都要重新适应，语言、习俗、饮食都不一样。妈，台湾也是讲中文的，饮食习惯可能有些差异，但这些都是小事啊。重要的是，我和家豪相爱，我们愿意为对方改变。小雨诚恳地说。林爸爸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开口。其实我们反对不全是因为他是做海鲜生意的，主要是担心你去了台湾和我们就远了，万一有个什么事，我们也照顾不到。爸，我理解您的担心，但是我总要有自己的生活啊。而且现在交通这么发达，从台北到深圳也就2-3个小时的飞机，我保证每年都会回来看你们的。小雨握住父亲的手，保证道：那如果你们以后有了孩子，是在台湾上学还是回深圳？林妈妈又提出了新的问题。这个我们可以等有了孩子再做决定啊，或者可以让孩子在两地都生活一段时间，这样能更全面地了解两地的文化。小雨不确定地说。经过一番长谈，林爸爸、林妈妈的态度有所软化，但还没有完全接受家豪。他们决定亲自去台湾看一看，了解小雨未来的生活环境。1个月后，林爸爸、林妈妈来到了台北，家豪亲自到机场接机，并安排他们住在台北最好的酒店里。随后的几天，家豪带着他们参观了台北的各个角落，包括他的海鲜摊位和即将开业的餐厅场地。让林爸爸惊讶的是，家豪在传统市场的海鲜摊位比想象中要气派得多，不仅面积大，设备也很现代化，还雇了几个员工帮忙，而且来买海鲜的顾客络绎不绝，许多人都是冲着陈记海鲜的牌子来的。你们这生意这么好啊？林爸爸忍不住问道。还可以吧，我们家做了几10年了，在台北有固定的客源，很多饭店和高级餐厅都是我们的长期客户。家豪自豪地说。林妈妈则对台北的生活环境很感兴趣。她发现台北虽然没有深圳那么现代化，但城市规划很人性化，公共设施完善，市民生活悠闲自在，处处体现着人文关怀。这边的生活节奏比深圳慢多了，感觉更舒适一些。林妈妈感慨道。是啊，台北的生活质量在亚洲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。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了，但民众的幸福感还是很高的。家豪解释道。晚上，家豪带林爸爸、林妈妈去了他即将开业的海鲜餐厅场地。这是一栋位于台北市中心的老建筑，被家豪改造成了充满复古风情的餐厅。装修风格既保留了传统元素，又加入了现代设计，非常有格调。这地段不便宜吧？林爸爸问道。是有点贵，但我觉得值得。这个位置人流量大，周围都是写字楼和商场。目标客户群体很明确，家豪解释道。林爸爸点点头，对家豪的商业眼光表示认可。随后，家豪又带他们见了自己的合伙人和投资人，都是台北有名的餐饮业大佬。看到家豪在行业内的人脉和影响力，林爸爸、林妈妈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。最后一天，家豪邀请林爸爸、林妈妈去自己家吃饭，陈爸爸、陈妈妈也在场。两家人第一次聚在一起，虽然一开始有些拘谨，但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。两位妈妈聊起烹饪和家庭教育，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话题。两位爸爸则讨论起了生意经。林爸爸对陈爸爸几十年如一日经营传统市场的坚持表示钦佩，陈爸爸则对林爸爸的房地产眼光赞不绝口。饭桌上，家豪突然站起来，举起酒杯：各位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。我和小雨相爱已经2年多了，我们决定要结婚，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祝福。小雨也站了起来，握住家豪的手。是的，我们想在今年年底举行婚礼，希望两边的父母都能为我们感到高兴。房间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看着两位父亲。最后，林爸爸深吸一口气，站了起来。家豪，这2天我看到了你的能力和为人，我相信小雨跟着你不会吃亏，只要你保证会好好对她，我没有理由反对这门婚事。陈爸爸也站了起来，小雨是个好姑娘，有教养，懂事，我和她妈妈很喜欢她，我们家欢迎你加入。
两家人举杯同庆，现场一片欢声笑语。这顿饭过后，婚事便定了下来。小雨和嘉豪开始筹备婚礼，决定在台北和深圳各办一场，让两边的亲友都能参加。婚礼前有一件事情需要解决，小雨的工作。经过慎重考虑，小雨决定辞去深圳的工作，转而帮助嘉豪经营新开的海鲜餐厅。他的管理经验和市场营销能力正是餐厅所需要的。你不会后悔吗？放弃深圳的高薪工作，来台北当老板娘？嘉豪有些担忧地问道。小雨摇摇头，不会后悔。其实我早就厌倦了朝九晚九的生活，能和你一起创业，我很期待。而且我觉得台北的生活节奏更适合我。就这样，小雨辞去了深圳的工作，准备嫁到台湾去。婚前，她把自己在深圳的房产和一部分股票出售，将资金转移到台湾，准备投入到新餐厅的运营中。深圳的婚礼在林家的安排下十分盛大，嘉豪的父母和亲友专程从台湾赶来参加。婚礼上，林爸爸开玩笑地对陈爸爸说：“老陈啊，你这女婿没挑错，人家是真心实意要嫁到台湾去的，连房子都卖了。”陈爸爸笑着回应：“老林，你放心，我们家会把小雨当亲生女儿看待的。”台北的婚礼则充满了台湾特色，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举行。小雨穿着凤冠霞帔，嘉豪一袭西装，两人在亲友的祝福中完成了人生大事。婚后，小雨很快适应了台北的生活，她和嘉豪一起经营新开的海鲜餐厅，凭借两人的努力和创新，餐厅很快就在台北打出了名气，成为当地的网红店。小雨的管理经验和市场营销能力为餐厅带来了新的活力，而嘉豪对海鲜的专业知识和烹饪技巧则确保了餐厅的品质。两人优势互补，生意蒸蒸日上。婚后第2年，小雨怀孕了，这个消息让两家人都欣喜若狂。林妈妈和陈妈妈轮流来台北照顾小雨，两位长辈因为共同的孙辈，关系变得更加亲近。小宝宝出生后，取名为陈双福，寓意着承载着两岸的祝福。小雨和嘉豪决定，等孩子大一点，就让他在台北和深圳两地都生活，学习两地的语言和文化，成为真正的两岸宝宝。餐厅的成功让嘉豪有了更大的野心，在小雨的建议下，他们开始考虑将陈记海鲜品牌化，在台湾其他城市开设分店，甚至计划未来进军大陆市场。没想到我当初去台北出差，偶然走进一家传统市场，竟然遇到了改变我一生的人。每当有人问起他们的爱情故事，小雨总是这样说：“我也没想到一个深圳的千金小姐会爱上我这个卖鱼的。”嘉豪则总是笑着回应。有一次，陈妈妈在翻看小雨的微博时，无意中发现了她之前在深圳的照片，出入高档场所，参加豪华派对，与各路商界精英谈笑风生，这才意识到小雨在深圳的身份和地位远比她想象的要高。儿媳妇原来这么厉害啊！深圳的千金小姐，公司高管，家里有钱有势，竟然嫁给我儿子这个卖鱼的。陈妈妈惊讶的差点昏倒。当她把这事告诉陈爸爸时，老人家只是笑笑，缘分这种事，谁说得清楚呢？重要的是两个人相爱，能过好日子。5年后，陈记海鲜已经成为台湾知名的餐饮连锁品牌，在台北、高雄、台中都有分店。小雨和嘉豪的故事也成为了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佳话，经常被媒体报道。有记者问小雨：“你从深圳千金变成台湾菜市场老板娘，有没有后悔过？”小雨笑着回答：“从来没有。爱情最大的魅力就是让你愿意为对方改变，但这种改变不是牺牲，而是成长。我在台北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，更简单、更踏实，也更幸福。”嘉豪则补充道：“其实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，两岸之间的差异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只要用心去了解，就会发现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和价值观。希望未来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两岸家庭，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。”而在深圳，林爸爸、林妈妈每次向朋友炫耀女婿时，总是骄傲地说：“我女婿虽然是台湾人，做的是传统行业，但人家有事业心，有责任感，比那些整天只会花天酒地的富二代强多了。现在我女儿在台湾过得很幸福，我们每年都去住几个月呢。”陈妈妈则喜欢在街坊邻居面前夸耀：“我儿媳妇是深圳来的，大家闺秀，放着高薪厚职不要，非要嫁到我们家来。”
现在我孙子既会说台湾话，也会说普通话，可聪明了。这就是小雨和嘉豪的故事，一个关于爱情跨越海峡、打破偏见的真实故事。它告诉我们，真爱面前，身份、地位、文化差异都不是问题，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够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，共同成长。哎呀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听到这里，你们是不是也被这段跨海峡的爱情故事所感动呢？其实，在我做红娘这么多年，见证了无数对情侣走到一起，但像小雨和嘉豪这样跨越地域、身份、文化差异的爱情真的很少见。我想说的是，在择偶这件事上，门当户对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是否真心相爱，是否愿意为对方改变自己，共同建设美好的未来。无论是大陆姑娘嫁到台湾，还是台湾小伙娶大陆女孩，只要彼此真心，家庭和睦，就是好姻缘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。下期我会带来更多精彩的相亲故事。丽姐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